大家好，又到了每周的全球军事资讯时间了。大兵总结一下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就在本月的4号，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维拉湾号正式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了退役仪式。而随着这次维拉湾号的退役，意味着美国海军第一种正式装备宙斯盾的主战舰艇提康德罗加级正在一步步地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说国会老爷一直反对此决定，但是美国海军依然计划在未来2年退役10艘左右的提康德罗加级。这次退役的维拉湾号巡洋舰是提康德罗加级的第5批次第26艘舰，也是美国海军第2年轻的该级巡洋舰。其舰名呢是为了纪念2战中发生在所罗门群岛的维拉湾海战。该舰最早在1992年下水，并在1993年在诺福克军港服役，距今已经是服役了29年。算是在正常退役年限之内。其实早在今年4月份，美海军就计划在2023财年的预算申请草案中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那便是退役全部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一旦国会老爷允许海军推进此计划，2年内呢就会有10艘巡洋舰退役，一直到2027年末，美国海军将退役全部的宙斯盾巡洋舰。这也就意味着美海军将会出现在100多年来首次没有巡洋舰这个舰种服役的情况。那么美海军为什么要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观点，现今许多提康德罗加级的舰船服役年龄已经超过了30岁，碉堡山号更是达到了36岁，已经超过了正常舰艇的30年服役期限。另外，提康德罗加级虽然拥有122具垂发系统单元，但是此设备大多已经老化。从实际角度上看呢，该级舰对美国海军现代化作战的贡献可能会有所下降。再加上对于该级舰的维护工作，每年所花费的额外维修成本就达到了数千万美元，之后的维护成本呢只会越来越高。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将其淘汰掉，将省下的钱采购新型的舰船。反正该级舰艇也差不多到退役年限了，倒不如越早越好，这样呢也可以给复杂多变的未来局势多一份提前准备的底气。在这期间，极力推动该级巡洋舰退役的美海军部长卡洛斯·托罗曾经说道，一些状态较差的提康德罗加已经不再安全，是时候放手了。而美海军作战部长也举例补充，已经发生过该级舰艇在部署期间燃料泄漏等严重安全事故，足以证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已经不再可靠。不过，美海军此次的大胆计划必然会引发国会老爷和美国海军之间持续多年的争吵，议员们也是一再批评美国海军试图在没有替代舰艇的情况下淘汰提康德罗加级的做法。就在8月9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乌军部队已经收到了土耳其的50辆刺猬防地雷反伏击车，另外还有150辆正在运送的途中。根据网上流传出的一些图片显示，大批的刺猬装甲车正在由乌军士兵进行维护，里面还出现了2种涂装，一种可能是土耳其将其现役的车辆提供给了乌克兰，另一种呢则是乌军士兵自己改色，从而适应作战环境。而该款防地雷反伏击车是由土耳其 BMC 公司在2008年研制的，整体车长 7.07 米，车宽 2.51 米，高 2.86 米，整车全重达16吨，动力装置为一台375马力的康明斯 Euro 3型6缸柴油发动机，拥有5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能够选择4×4或者4×2驱动，最大载重可以达到 9.5 吨。极限公路行驶速度为100公里每小时，最远续航里程为800公里，能够跨越 0.5 米的垂直台阶，涉水深度为 1.2 米。在设计方面，该车应用了全焊接钢装甲车体和微型防雷车底设计，配置有悬吊式减震座椅，车身焊接了大量的附加装甲。售卖到叙利亚作战的型号还挂载了格栅装甲，并且安装有防弹玻璃观察窗和成员射孔，整体达到了北约3级防护水平，能够抵御30米外的 7.62 毫米穿甲弹，60米外爆炸的155毫米榴弹破片，车底更是能够抵御8公斤地雷的打击。第2代的刺猬还安装了防崩落衬层，此外该装甲车还安装了电子干扰系统，能够阻断路边炸弹的遥控信号。在其成员舱顶部配置有一个可以折叠的防护机枪塔，能选装 7.62 毫米或者 12.7 毫米的机枪，升级款可以安装阿斯兰公司的 STAMP 遥控武器站。
集成有光电探测装置，可以配置 12.7 毫米机枪、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或者 7.62 毫米机枪，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另外，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还曾声称，生产骑手无人机的土耳其公司 Becker 正在乌克兰境内建造无人机工厂。此工厂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工了，之前已经快要建成了。到时候，工厂生产的大部分无人机都会采用乌克兰国内生产的部件。就在8月8号，美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向外宣称，美国政府已经将没有指明型号的反辐射导弹交付给乌军使用，能够从现有的一些战机上发射这种导弹。虽然卡尔仍未标明向乌克兰提供的是哪种导弹，但是他此番表态却是回应媒体上已经出现的照片。这些照片中呢，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的残骸出现在了俄罗斯控制区。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是由美国雷神公司和轨道 ATK 公司联合研制的，大致分为 A、B、C、D、E 型。其实大多数的 C、D、E 型都是由库存的 AB 型弹体升级而来的。大兵之所以列举这么多改型主要是想猜测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是哪种型号。首先来说， AGM-88AB 型已经太过老旧了，而且早已停产，再加上不具备攻击自动关机的雷达能力，所以可以优先排除。而美国目前现役的主力是 AGM-88E 型，装备数量也是很多，但是美国未必舍得拿出来给乌克兰，倒不是说心疼其价格，只是怕再出现像硫磺石导弹那样被俄军完整缴获的情况，所以 AGM-88CD 型就比较合适。一来时间比较长，二来自身的性能也不差。在数据方面呢， AGM-88CD 型整体弹长 4.17 米，翼展 1.13 米，弹体直径254毫米，弹重 0.36 吨，极限速度可以达 3.5 马赫。其弹体布局和以往没什么太大差别，依然是采用了原有的弹体，66公斤 WDU-37B 高爆战斗部以及 FMU-111B 引信等部分，配置有固定双模平面螺旋高频段天线，可以从 C 到 G 波段的环境中对威胁脉冲序列进行分类，并且能够现场重新编程。飞行控制通过机翼的插动驱动，采用滚动稳定，可以提供俯仰偏航控制。机翼由全钢铸件制成，设置有蜂窝状后缘。此外 AGM-88D 还安装了 GPS-INS 制导装置，并且将 C 型的软件升级到了 Block 6级别，能够在敌方雷达关机后继续依靠 GPS-INS 攻击预定位置，拥有着多目标打击的能力。此前乌军就曾经宣称已经摧毁了俄军17个目标，其中就包括4个 S-300 远程防空导弹以及1个铠甲 S-1 炮弹合一防空系统。从乌方公布的战况来看呢， AGM-88 导弹恐怕早已经被投入到战场了。此前赫尔松州俄军的防空雷达机组便被乌军在距离阵地100公里的位置被摧毁，当时就有人怀疑乌军可能使用了美制的反辐射导弹，只不过是苦于没有证据。与此同时，卡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美国对乌克兰军队最新的一项军事援助计划，总价值可能达到了10亿美元。计划里面包含了新一批制导多管火箭系统弹药，用于配备已经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另外还有美国国家先进低空导弹系统配备的未透露型号的弹药，以及一批标枪反坦克导弹等等。根据英国防务周刊杂志8月11号的报道，英国国防部向外宣布将再次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同时还会提供射程达80公里的配套弹药。在之前的6月份，英国就曾向乌克兰提供少量的 M270 远程火箭炮，不过呢，并未明确其数量，只是声称与美国提供的4套海马斯火箭炮相当。此外，英国国防部还补充说道，乌克兰部队将继续在英国接受操作培训，并将按比例获得适当的火箭弹。而 M270 是一款履带式火箭炮，拥有12个发射管，发射的弹药基本与海马斯火箭炮相同，能够发射射程近80公里的制导火箭弹，以及射程达300公里的 ATACMS 弹道导弹。大家都知道，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就陆续为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导弹、便携式防空导弹、装甲车以及火箭炮等装备。根据英国卫报之前的报道，
英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已经有120辆装甲车、5套防空系统、1000多枚火箭弹、5800多枚反坦克导弹以及4.5吨炸药。而在5月初，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声称会为乌军提供 GPS 干扰设备、电子战设备以及数千台夜视设备。另外，在与此同时，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在欧洲多国防长参加的会议上表示，丹麦之后会把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提升到1.1亿欧元。根据飞行国际网站的报道，美国洛马公司在8月9号向外宣布，获得了一份总金额达5.24亿美元的合同，将会向意大利交付18架 F-35战机。根据报道称，该合同当中的14架为 F-35A 型，剩下的4架为 F-35B 型战斗机。经过这次采购计划，意大利将会拥有90架 F-35战斗机订单。8月9号宣布的18架飞机也在其中，包括了60架 A 型和30架 B 型。洛马公司表示，已经向意大利交付了其中的12架 F-35，剩余合同将会在后续履行。根据美国国防部8月10号向外公布的信息，雷神公司已经向美国海军交付了首批的 ALQ-249 干扰中频带吊舱。作为 ALQ-99 干扰吊舱的改进换代型号， NGJ-MB 中频干扰机是整个 NGJ 项目中最快完成的一个。根据之前美国海军的计划，第一批量产型的 NGJ-MB 中频干扰机是打算在2021年前交付使用的。到时电子战能力本就超越全球的美国海军，将会进一步巩固在制电磁权领域的霸权地位。另外，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除了之前已经开始进行挂飞测试的 NGJ-MB 之外， NGJ 框架之下还有2个与它配合的干扰机开发项目，也就是主要用于对付新体制反隐身雷达或者是警戒雷达的 NBJ-LB 低频干扰机，以及用于火控级雷达和干扰跟踪的 NGJ-HB 高频干扰机。相比之前威名远扬的 ALQ-99， 新型的 NGJ 干扰机最明显的变化便是大量采用了拥有更高平均功率的氮化镓元器件。与此同时，干扰机的天线体制也由之前的透镜天线演变成了有源相控阵。该变化不仅提升了整体系统的辐射功率，还极大地增强了抗截获、抗干扰能力和多目标能力。该吊舱能够阻断、干扰和削弱敌方包括通讯工具和防空系统在内的信号传输。根据雷神公司的项目计划书显示，新型的干扰机计算机控制多波束接收器和微型行波管放大器，可以同时在发射和接收2种过程中运作，并且能够有选择地干扰来自多个发射器的信号。在美国海军的未来计划中，一旦这3个涵盖了低、中、高频段的新一代 NGJ 干扰机全部服役，那么安装了这些吊舱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甚至能够做到大部分现役军用雷达的有效干扰。所以，仅从综合作战性能来看呢， NGJ 系列已经超越了先前的 ALQ-99 系列。根据《简氏防务周刊》在8月10号的报道，捷克为了满足自家在军事和民用领域对无人机的需求，打算采购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捷克国防部向外宣布，将会与以色列就采购3架苍鹭1无人机以及附件进行谈判。计划中还包括了地面控制站、数据终端、集装箱和其他材料。该交易预计在2022年底完成，将会通过 G2G 的方式进行交易。在此之前，捷克还从以色列采购了 ELM-2084 防空和监视雷达，以及 Spider 导弹系统。苍鹭无人机是由以色列 AIA 公司所研制的，属于一款中高空长航程无人机，亦是以色列最先进的无人侦察机之一，拥有全天候的侦察能力。该机最早在1996年底正式投入使用，主要用于执行海上巡逻、实时监视、电子侦察和干扰以及通信中继等任务。能够配置包括海上扫描雷达、合成孔径雷达、电子或者通信情报任务在内的250公斤有效载荷。在机身数据方面，苍鹭无人机整体机长 8.5 米，翼展 16.6 米，最大起飞重量为 1.1 吨，续航时间为50个小时左右。该无人机在执行任务时，单架能够监控50到60平方公里的面积，极限飞行高度为1万米。目前除了以色列以外，还有巴西、印度等10多个用户。实战表现中，苍鹭有着良好的态势感知能力，
例如，在2008到2009年的沙特驻签行动中，每个以色列的旅级战斗小组都会分配了一个无人机中队进行近距离支援，主要便是海尔墨斯450和苍鹭无人机。空中支援控制小组可以在前线与旅指挥官协同作战，以此确保指挥官对现有的空中资源的利用。在加沙上空通过至少12架无人机的飞行，进而实现了对战场态势的全方位不间断监控。以上这些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认为美国海军为什么一定要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之后大兵还会为各位带来更多的实时资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